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志林，欢迎来到健康之道。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关系到您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财富安全，请您一定静下心来，花一点时间认真听完。如果您也关心自己银行里的存款是否真的安稳无忧，请在评论区打上平安2个字，给我一点鼓励，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这些重要信息。就在最近，金融圈内部传来一些让人不安的声音，甚至可以说是银行对储户的最后警告。从2026年开始，我们过去深信不疑的几种存款方式可能会悄悄变成财富的陷阱。更让人担忧的是，超过90%的朋友，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对这些变化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钱或许正在我们以为最安全的地方，默默地缩水或者暴露在风险之下。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时代车轮转动下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今天我要说的第一种危险存款，就是大家最熟悉也最放心的长期定期存款。听到这里，您可能会愣一下，定存还能有危险？我的存单白纸黑字，银行还能不认账吗？您说的对，银行当然认账，到期了本金和利息一分不少会给您。但我今天说的危险不是钱会消失，而是钱不值钱了。这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叫做通货膨胀。我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20年前，您手里有50万，可能在台北付个房子，首付绰绰有余。但现在呢，50万可能连个像样的车位都买不到。钱还是那么多钱，数字没变，但能换到的东西却少了一大半。这就是通胀的可怕之处，它像空气一样看不见，却时时刻刻在啃食我们的购买力。过去我们喜欢存3年、5年的定存，因为那时候利率高啊，动不动就有 5%、6%， 利息收入还能跑赢物价上涨。可现在呢？您去看看银行的挂牌利率，1年期定存普遍只有 1% 出头，而物价每年的上涨速度，官方数据也常在 2% 到 3%， 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致命的剪刀差，叫做负实际利率。什么意思？就是说，您把钱存进银行，利息增长的速度远远追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您存100块，1年后拿到101块多，但去年100块能买到的东西，今年得要103块才买得到。您的钱在账面上多了一点点，但实际上能买到的东西反而变少了。您的财富就在这种合法安全的储蓄中实实在在的缩水了。为什么2026年特别关键？因为前些年全球为了救经济印了海量的钞票，这些钱迟早会反映到物价上。很多经济学家都预警，未来几年我们可能要习惯和通胀共处。如果还抱着定存万事急的老观念，把养老钱一把锁死5年、10年，10年后取出来一看，数字是多了，但可能连半年体面的生活费都不够了。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二种危险方式，可能很多人正在做，那就是在活期账户里放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现金。很多人觉得钱放在活期里随时能用，多方便啊！但这种方便在未来可能会让您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一个代价同样是通胀的加速侵蚀。活期存款的利息有多少？0几，几乎等于没有。这意味着您的钱放在活期里，每一天每1分钟都在以最快的速度贬值，购买力像阳光下的冰块一样消融。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2个风险，无孔不入的金融诈骗。您有没有发现，现在银行都在大力推广手机银行、网络转账，未来所有金融服务几乎都会搬到网上。这对年轻人是便利，但对咱们这些不太熟悉复杂操作的中老年人来说，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藏着陷阱。现在的诈骗团伙手段高明的超乎想象，他们能冒充银行、客服、警察、检察院，给您发来以假乱真的短信，说您的账户涉嫌洗钱要被冻结，必须立刻点击链接验证身份。您想象一下，如果您的活期账户里就放着您全部的棺材本，当您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听到对方准确报出您的姓名、身份证号，用严厉的语气吓唬您的时候，有几个人能保持绝对的冷静？人在慌乱中很容易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去操作，一旦点了那个链接，输入了密码和验证码，可能只需要几秒钟，您一辈子的血汗钱就会被转到海外，再也追不回来。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未来
诈骗手段还会升级，他们甚至能用人工智能模仿您子女的声音打电话来求救要钱。当您的金融生活完全暴露在网络世界，而那个放着全部身家的活期账户就像一座不设防的金库，风险有多大，您想想就明白了。第三种危险存款方式，迷惑性最强，因为它往往披着高收益的外衣，这就是银行理财经理大力推荐的各种储蓄型保险、投资型保单。我们去银行转存定存的时候，经常会有穿着制服的理财专员热情地走过来，跟您说，阿姨伯伯，现在定存利率太低了，我们这里有款新产品，跟定存差不多，期限一样，但预估年化收益能达到 4% 甚至 5%。很多人一听心动了，觉得这是银行的好产品，收益又高，就签了字。但危险就从您签字的那一刻开始了。您以为自己买的是升级版定存吗？错了，您买的根本就不是存款，它本质上是一份保险合同或者一份投资计划。合同里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藏着很多关键信息。您的本金不保证100%安全，它承诺的漂亮收益后面，永远跟着预期、预估这类小字，意思是不一定能拿到。这些产品背后有您看不见的初始费用、保险成本、账户管理费、投资管理费，这些费用会在您不知不觉中慢慢蚕食您的本金。我亲眼见过一个案例，一位退休的老教授把300多万的退休金买了一份6年期的投资型保单，当时经理跟他说预期年化收益 6%，6年到期后他兴冲冲去取钱，结果算下来不但没赚到利息，本金还亏了10几万。他去找银行理论，经理拿出合同，指着上面一行小字，投资有风险，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不保证最低收益。老教授只能哑巴吃黄连。为什么2026年后这类产品更危险？因为银行传统的存贷利差越来越薄，他们迫于利润压力，会更积极地向客户推销这些佣金高、结构复杂的非存款产品。如果我们自己不做功课，光听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那么存进银行的钱很可能就从受存款保险保护的存款变成了风险自负的投资，甚至赌博。第四种危险是很多人思维的盲区，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把全部资金集中存在同一家银行。我们很多人都有自己习惯的银行，觉得服务熟，办事方便，就把所有钱、工资、退休金、积蓄全都存在这一家。这在过去或许没问题，但在未来复杂的金融环境里，这其实是一种偷懒，而且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这里的关键在于存款保险上限。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其实是有保险的。这个保险机制就是为了万一银行经营出现问题倒闭时，保障储户的钱。但是这个保险不是无限的，它有一个最高赔付额度，这个额度是同一家银行、同一位存款人最高保障300万新台币。注意，是本金加利息，总共300万。这意味着什么？假设您在一家银行存了500万，如果这家银行真的发生极端情况，破产了，那么存款保险最多赔给您300万，剩下的200万就可能血本无归，需要等待漫长的清算，而且很可能拿不回来。您可能会笑，我存的是 XX 银行，那么大，怎么可能倒闭？在太平年月，我们都这么想，但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绝对的。2008年金融危机，像雷曼兄弟那样有158年历史的投行巨头，不也说倒就倒了吗？把自己的全部身家寄托于一家金融机构的永远健康，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的高度集中。把资金分散存在2到3家不同的银行，是给自己财富筑起的一道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防火墙。最后，我要补充的第5重危险存款方式，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带来的风险，那就是盲目追逐高息的境外外币存款或结构型存款。有些朋友听到朋友说某个境外银行或者某款外币产品利息很高，就心动想去尝试，或者看到银行推出一款结构型存款，说是保本又能挂钩高收益，这里面的水可能比我们想的要深得多。对于境外或外币存款，您首先要面对的是汇率风险，比如您看中美元存款利率高，把新台币换成美元去存，如果存期内新台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到期后您换回新台币时，可能汇率损失早就吃掉了那点高利息，甚至还会亏本。
其次是法律与监管风险，境外金融机构受当地法律管辖，一旦发生纠纷，维权成本极高。而所谓的结构型存款，它名字里有存款二字，但内核往往是一种金融衍生品。它承诺的高收益通常有条件，比如挂钩黄金价格、股指表现，达不到条件就只能拿很低的利息，甚至零利息。它的本金保本，也可能有复杂的条款限制。这些产品说明书复杂难懂，普通储户很容易被高息吸引，却忽略了背后的复杂条件和潜在风险。亲爱的朋友们，时代真的不一样了。我们年轻时那种有钱就存银行，稳稳吃利息的岁月静好，已经结束了。2026年，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年份，不如说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金融更加复杂、风险更加隐蔽的时代。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保命钱，是我们晚年尊严和幸福的基石，容不得半点闪失。保护这笔钱，不能靠银行，不能靠理财经理，只能靠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睁开眼，主动去了解这个世界的变化，更新我们陈旧的财富观念。从今天起，检查一下您的存款结构，是不是太多长期定存？活期里是不是躺着不该躺的大笔现金？是不是买了自己都不懂的产品？是不是把所有钱都放在了一个银行账户里？是不是为了高息涉足了不熟悉的领域？及时调整，分散布局，稳健为先。财富的安全是一场需要我们亲自上阵的保卫战。希望蔡志玲在健康之道的这次分享能真正的提醒到您，帮助到您。如果觉得有收获，请为我点个赞，把它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和朋友。更重要的是点击订阅，关注健康之道。我会一直在这里为大家带来更多实实在在能保护我们家庭财富的知识。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